我要快点找，一会儿药效就没了。这个北王把合亲书藏哪儿了？你在找什么？合亲书啊！我可能是走错房间了，打扰了，我找错人了哈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合亲书？什么合亲书？我就是江湖小贼。我看你们是来接亲的，就想偷点嫁妆花花。哎，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北王，所以我就认为你是最有钱的。我出来偷，当然是要偷最有钱的人了。你说我是北王，那你可偷错了。这不是北王的房间吗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槟榔匠。怪不得我找不到合亲书，原来王爷不在这屋。槟榔匠兄弟，你看我也没偷什么，要不咱俩商量一下，你就让我走。不走，不走。不够啊，不够我家。还不够。这已经很多了，我攒钱也不容易，我还有一个不懂事的弟弟要养，咱俩就互相理解。我真的就这么多了，大哥。在下身为北王的贴身侍卫，在这里是为了防贼，而不是为了跟贼做交易的，明白？明白。你可真够黑的。合亲书在下楼，没准他会知道。他可不能死。一毙命。
又是你！我们刚刚不是被杀了吗？怎么还会在这里啊？难道是我做噩梦了？你的记忆竟跟我相同，难道说，接下来真的会有刺客？刺客？刺杀我们的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刺杀我们？恐怕不只是我们。冬雨，公主！没想到阿月还是晚到了一步啊，公主！让你被那帮刺客给接走了呀，公主！公主是我们被冬玉公主确实不在屋内。你就这么被掳走了，这叫我们如何跟可汗交代啊？公主啊！就是你们北朔人保护不周，才让公主不见了。我可是亲眼看到他们劫走了公主，他们那么狠毒，公主一定命不久矣啊！公主啊！有点意思。我们阿史那州公主死的这般不明不白，你们北王怎么还不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对啊，人呢？我们北王，哪里是你们想见便能见到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理应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！到现在为止，他都没有出现。这北王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吧？对啊，你们北王呢？你们休得妄言！你这位姑娘到底是何身份？为何上来就一口咬定东隅公主已经亡故啊？总之，我可是亲眼见到她被劫走的啊！现下十有八九已经遇害了。你们北朔人可脱不了干系啊！对，哎，你们可脱不了干系。没事吧？阿姐，我们都逃出来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到东隅啊？星宇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阿姐，我是不是要死了呀？回到东隅，去找巫医给你解毒，肯定死不了。你们还要逃到哪里去啊？他中的可是北朔第一杀手组织柔风门的奇毒，这种毒除了柔风门的解药外，天下无人可解。你少吓唬我们。我用得着吓唬你们吗？用不了十几天，这位公子小命就不保了。阿姐，他现在想杀我们，易如反掌，不像是骗我们。可我还这么年轻，不想就这么死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柔风门在哪儿？怎么才能拿到解药？只有你们跟我回北朔，才有机会拿到解药。你们北朔人不守盟约，弄丢了和亲公主，难不成我们要和你去送死啊？你们这对姐弟说来也是奇怪，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和亲队伍当中，还潜入王爷屋内偷和亲书。至于真正的和亲公主去了哪里，你们二位比我更清楚吧？我就是公主身边的小侍女，这是我弟。我们深受着公主的大恩才来送别。什么和亲书我不知道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你们不守盟约，看守不力，弄丢了和亲公主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是啊，行，那若是不跟我回北朔，这位公子的小命就不保了。如果跟你回去，你就能救他吗？我替你们找解药，你们帮我瞒住和亲公主失踪一事，这桩交易你们不亏了。和亲公主丢了就是丢了，这怎么瞒得住啊？难道要我们给你来一个大变活人不成啊？也不是不能。你不会是让我来吧？不许你打我阿姐主意！星爷，要不咱们先答应下来，等拿到解药后找机会再溜。要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溜。
我们答应你。怎么样，像和亲公主吗？挺像的。这东西可真拘束。成婚之前就露面，不合规矩吧？什么合不合规矩的？我又不是真和亲公主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我可以确保东夷使团那边对我的身份守口如瓶，那北朔那边，你可搞得定？此次前来护送的侍卫都是北王府的亲信，我有信心，可以说服北王，让他的士兵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北王呢？他不应该出来跟我聊聊吗？发生了行刺的事情，北王已经先行离开。哎，可真是废物王爷，出了事情第一个就跑。当着北王人的面说北王废物，不合适吧？你就当我没说。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。可是说好了，我只是暂时的和亲公主，到了上京城，你必须得给我弟把解药找到。你们把戏演好了，我自然会遵守诺言。你就放心吧。那个，我的银子，你也该还我了吧？成了公主的身份，自然也成了公主的嫁妆。你不会还在乎那1800两的银子吧？哎，你怎么还关门了你啊？我就不信你不出来，我就在这等着。还令。出手这么大方呢？怎么都是破铜板啊！昨夜遇刺未果，公主的侍女替公主而死，而阿史那珠公主受上天眷顾，逃过此劫。尔等需更加尽心竭力地保护公主。是。林木，增加人手，保护阿星。好。打了这么多次交道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唤我文宇即可。文宇小将，我看你功夫不错，就留在本公主的马车旁，随侍吧。让你当个假公主还认真了，还没人敢把本王当马前卒使唤。瞪什么瞪？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假公主使唤不动你？出发！我们派去驿馆的人无一人生还，核心队伍已经继续上路了。那么这次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是。
险！危险！阿星！停！停！前方密林有伏击，换道而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和我做了同样的梦，所以才知道前方密林有问题。这很有可能不是梦，有可能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刚刚一起死了？也许是死而复生。死而复生？魏宇，停！改道！王爷，属下不明白，您是怎么知道两条林中路都有埋伏，坚持要走另一条山路的？此事玄妙，难以解释。玄妙。又来！看来杀手们是把每一条回北说的路都做了埋伏。既知道就把命留下吧。停！各位壮士，有没有可能不用你们动手，我们自己来就行？比如毒死我们。既然找死，成全你们也不妨。这是毒药七不倒。搞什么名堂？哎，谢谢。反正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吗？也许就能有对策了。哎，我先开为敬啊！哇，快！哎呀，别墨迹了。走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又活回来了。也许靠着玉佩可以数次重生，但若无法突破眼前的困境，恐怕迟早会被困死在这里。
可这几条回北朔的路都被杀手守着，要怎么样才能突破重围？声东击西。拦住那辆马车！是。抓紧我，跳！走！跳下去！啊，这也太高了，而且我不太会水。闭气就行。你怎么见死不救啊？好像是我把你捞上岸的吧？你应该第一时间给我渡气才对。刚才是我以为阿月姑娘神通广大，自有自救之法呢。你去哪儿啊？去觅食。你等等我。没想到你这么会捕鱼，还烤得这么香。这么看来，好像和你一起掉进水里也没那么糟。还有烤鱼吃。你的意思是跟我一起掉进水里很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不重要。你说我俩这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，那你这个烤鱼是不是也该有我的一份啊？啊？自己拿吧，难道还要我喂你啊？哎，我能看看你的玉吗？你的那块玉佩和我的好像啊。
那我们之前一次次的能躲过追杀，都是因为这块玉。可能是。2块玉佩合到一起，就会有奇遇。那岂不是只要我们俩不分开，就不会死啦？现在不会，不代表以后不会。方士还说，玉佩合，则天下合。我和文宇倒是有玉佩傍身了，也不知道星逸现在怎么样了。他身上的伤，不会又严重了吧？还没玩完吗？文宇，你也渴了吧？来，你喝点水吧。这壶里的水啊，可甘甜了。确实甘甜。那你就多喝点吧，喝完好赶路。你怎么把我叶子给扔了？就喝一口啊！这水不喝也罢。这水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刚还说这水甘甜呢。你等等我。你们东域人不都身强体壮吗？怎么你走路速度还没我们府中的宠物走得快啊？文宇大哥，我真的很努力的在走了。照你这样的速度，我们不可能在约定的时间抵达上京城的。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我擅长骑马，我又不擅长走路。要不你背我吧。我此生从未背过他人，更何况男女授受不亲。大叔啊，谢谢您啊！要不是您，我们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去上京城呢。嗨，咱都是东域人，帮忙那不是应该的。哎，大叔啊，我看您一路上都很开心，是有什么好事吗？我去上京城接我女儿回东域，能不高兴吗？真好，确实值得高兴。回家真好啊！这上京城哪有我们东域好啊？是啊，当然咱们东域好啊！这马上就不打仗了嘛。我儿子在前线当兵，线下也被放回了。我们呢，再置办些牛羊，这日子会越过越好。如果我不假扮这个长公主，会发生什么？轻则两国断交，重则两国开战。这
这么严重啊？东夷长公主的和亲，代表了两国交合的诚意。这事关两国盟约，一旦撕毁，战事也会再起。到时百姓必定无法安家，天下也会再掀战乱。让我再想想。现在我弟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决定。王爷的人定会护送阿星到上京城，我也会帮你找到解药。你确定？嗯。那条件是什么？只需要你办好东夷长公主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这上京城可真够漂亮的。北朔比东夷繁华吧？当然没有我们东夷好了。撤。敢问东夷长公主，都是这么吃饭的？文宇，你回来了！哎，你们这北朔的美食还真挺好吃的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当然了，这些可是一堆人送进来的，一道比一道精致，还说这是什么粤菜，你肯定没吃过吧？啊。嗯，来，一起吃，你别客气。嗯。多谢。真不错。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困了？你先自己吃，我去睡一会儿。公主，你们看到我没有被毒死，很失望吧？我们这是又复生了？难道是糕点里有毒？不言而喻。他们不是说是向东夷公主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过是些场面话罢了。可是他们满脸真诚。本以为逃过了杀手，进了北朔境内就可以松一口气了，今天差点又被毒死。哎，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北硕人就这么想让我们长公主死吗？长公主身居高位，此次和亲又意味着天下大和，盼着安定的人自然和乐，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这刺杀的背后之人还不知道呢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南王，真的是让人头疼。南王你不必费心，他没那个脑子。哎，果然，如同传言那般，你们北硕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！一个废物北王，一个草包南王，真的是厉害厉害。长公主谬赞了。哎，我可不是那意思。现在我们俩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又是北硕人，以后免不了多照顾照顾我呢。而且我们俩都有这个玉佩，肯定也免不了同生共死。再说了，我早就把你当自己人了。你这个人又那么的仗义、善良、勇敢，直说吧，何事所求啊？文宇，真不是我害怕，是我现在还得假扮长公主，我还不能有事，所以你就勉为其难，在房间里保护我吧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怎么睡？我把它解得松点，这样你就可以在地上睡了。地上？你放心，我会给你铺个被子。有劳你费心了哈。哎，我俩这都啥关系了，还跟我客气呢？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，真替我小命担忧。我还没有看到我阿弟平安回来呢，我可不能死啊！哎呀，我先睡了。王大人，再敬您一杯。来，站住！请。你这狐媚蹄子，休想在本夫人面前装蒜！夫君近日净往这风月阁跑，肯定是因为你这狐妹子勾引的，不然他怎么会天天往这儿跑呢？夫人，您是不是认错了呀？我今日是第一次演出，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。我夫君在这风月阁早有相好的了，我知道，不然怎么会3天2头的不回家呢？肯定是因为你这样的狐妹子，所以他才天天往这儿跑的。你说是不是你？真不是我。哎，你说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真不是。文宇，夫人，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，这才是我的相好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？你人长得倒挺俊俏的，可是眼光不怎么样。如果这狐妹子是你的女人，请你把她管好了，不要随便把她放出来勾引别人的夫君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夫人慎言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我们两情相悦，她又怎会勾引其他人呢？又伤风化。
怎么，不演了？演什么演啊？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你看看你穿的是个什么，难怪让人误会。我穿的怎么了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！你穿成这样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个王爷呢。我这是……哎，不是那……哎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我还想问你来这做什么？你们北朔欺人太甚，竟然又让我嫁给那个什么废物北王！我出来散散心不行啊？北王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管他怎么样呢，我要不要做这个北王妃还不一定呢。你不会是想脚底抹油吧？我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百合，百合，你别走。百合，我实在太想你了，所以忍不住来见你。陈公子当初以谎言相欺，怎还好意思再来见我？我本是商贾之人，不该欺你我有官身在身的。哎呀，男人，百合，你听我说竟嘛！编造身份欺骗人家姑娘，不听不听，我不要听。百合，我真的编错了。造身份，许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你别不理我能有呀！什么难言之隐啊？你身在越级，我知道你想嫁的势必是官绅之人。百合虽然是越级之人，嫁给官绅也确有令我脱籍的机会，可你我之情还比不过那浮云尔尔的身份地位。都是我不好，小觑了百合你对我的情谊。原谅我这次吧，此后我绝不会再欺瞒于你。越级，真的？越级是什么？真的。为什么越级之人之后你想嫁官绅？在北朔，百合就再也不要越级属于见你了。贱籍，若想要脱籍，绝不会了。只有嫁给官绅才可以。你们北朔这规矩，可真不怎么样。我过2日再来看你。也好，那你要尽快和陈老爷提我们的婚事啊。放心好了，我绝不负你。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腿麻了。谢谢啊。哎，你等等我，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这有的人想嫁嫁不了，有的人不想嫁还非得嫁。人各有命啊。我们今天就散了吧，江湖再见。你说这普通人婚嫁还能自己争取？若是皇上知道了东夷长公主要抗婚逃跑，那事情就不同寻常了吧？怕是会大军压境，北朔更是会翻遍整个东夷。到时候能找出几个长公主就不知道了。这么严重吗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公主府还缺些东西要出去采买。哎呀，这往后啊，住的日子可就长了，得好好准备准备。你对这儿熟，带我们去吧。你又来风月阁做什么呀？我是陪我们王爷过来啊，也就是你未来的夫君。北王，他也在这儿，在哪儿？我们打个招呼。北朔新人成婚之前不能见面，这是规矩。这又是什么破规矩？算了，我回公主府了。
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追杀这个草包公子的这些杀手，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别过来啊！他不会就是北王吧？他是南王，你们认识？别过来！也不算认识。他本来想英雄救美，但是没救明白。杀我做做样子就行了，你们是帮蠢货，居然一直追我！保护北王！哎，对对对，保护北王，保护北王，保护北王！好，来不及了。那样，怎么还来啊？你真是蠢货！保护南王殿下！这和我设计的不一样啊！文宇，我来救你了。阿姐，你干什么呢？快跟我走！王爷，东夷长公主来了。嗯。听说长公主仰慕于我，北朔新人成婚之前不允许见面，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吗？所以王爷才隔着纱帘相见。你不守规矩，传出去被笑话的人可是我。长公主，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你们北朔有北朔的规矩，我们东夷自然也有东夷的规矩。在北朔不能相见，在我们东夷却并非如此。如有不妥，还请王爷海涵。长公主竟和传言说的不一样，如此伶牙俐齿。本王忙于公务，没有心思关心长公主。以后如有任何需要，直接差人跟王府的管家说便是。我想向王爷求一个人，王爷应该会应允吧？公主所求何人呢？文宇，不是管家文宇，是槟榔匠文宇。公主为何要求这文宇小将啊？也不知道该给你烧些什么，这些金银财帛，你随便花，还有这些环肥燕瘦的美人，你就挑一个，当你的娘子吧。你的玉佩，你也没给我留下，我的这个，我就给你带上。你要是在那边遇到了什么不测，说不定还能帮上你。你是舍不得玉佩，还是舍不得我？文宇，你要是心有不甘，
你就去找那些害你性命的人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给你烧，我给你烧，我给你烧纸钱，我都给你烧，我都给你烧。还有这些美人，你随便挑一个，你喜欢哪个我就给你烧哪个。环肥燕瘦有何异曲？我就要你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抓我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舍不得我吗？怎么如今又怕了？有影子，那他不是鬼啊。谋反？这上面可都是北王的罪证。这账本你从何而得？可还有其他人看过？北王身边的文书张大人在风月阁拿此账本做交易的时候，被我顺手牵羊了。哎，这可是我的护身符。这何以就成了你的护身符啊？日后北王要是和我成亲了，他若是对我图谋不轨的话，我就亮出此账本，就可以全身而退了。阿月此法可行，只是这账本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。现下这公主府，恐怕已经不安全了。怎么不安全了？你怕是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你以为这账本能这么轻易到你手里吗？那怎么办啊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去北王府。啊？去北王府？到了北王府，北王定会全力保护你。毕竟这账本还在你手里呢。再说了，就算遇到什么事情，你我还能同生共死，不是吗？说的也有道理。都来都来，我们一起喝一个！来！
王爷，王什么爷？这是我的好哥们文宇，你终于来了，走，喝酒去。秦爷，文宇是我的好兄弟，倒酒。倒满。好兄弟，我们肝胆相照，不离不弃，干杯！你喝醉了？哎，我醉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我醉了吗？没有。我们的公主不可能醉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我千杯不醉。怎么有3个你啊？1、2、3。王子怎么了？来喝。
一日不见，你怎么把自己弄到牢里去了？还说呢，你们北寿不仅规矩多，怎么连人都要分3、6、9等啊？什么3、6、9等？就是戚云啊，今天我们要救的东隅姑娘。我从未想过，我们东隅子民竟在北朔过着如此水深火热的日子。她现在剑疾加身，还说终生不可脱节，怎会有如此不可理喻的法令？那你是想……我是东隅公主，既然来了这里，就要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，替我东隅族人废除这一法令。阿月志存高远，心系百姓之苦，只是想废此法，并非朝夕间就能促成的，也绝非你一人之力就能改变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文宇，你有没有办法能帮帮我啊？我只能尽力而为，但今日之事凶险，往后我不在，你不可再私自出府了。真多，什么样都有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糕点啊？好好吃啊！这是梨花糕。梨花糕？嗯，确实不错。看来这北朔的点心啊，还都挺好吃的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以后多买给你。文宇，还是你好。要是哪个姑娘嫁给你了，那她就享福了。其实吧，我是想……怎么是你啊？哟，还挺默契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呀？你说你带公主出来就给人吃这些，寒不寒酸呀？去，哎，王爷，去让掌柜的把好吃的都拿出来，今天我也尝尝这平民的小玩意儿。好嘞，王爷。草包谷。南王殿下，您此次来有何贵干啊？跟一只花孔雀有什么好说的？走，我们去放花灯。花吗？你怎么敢这么跟他说话？走吧。哟，放花灯呢？哎，不是，别走啊！我这花灯怎么样？除了大了点，都挺好的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早些回去了。有些话呢，我想……哇，好热闹啊！哎，你看那里！我再去前面看看，给府里的人带些糕点。好啊。有些话，我想……你们两个给我站住！你们俩还没成亲呢，这样成何体统啊？成亲？我和谁成亲啊？你和他呀，你们俩又逛街又吃饭又看花灯，你还问我跟谁成亲？我和他？
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是文宇。文宇，谁是文宇？你叫文宇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名字叫文宇啊？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哦，这是什么新婚夫妻的小把戏吧？北王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他说北王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别怕。保护王爷！撤！参见北王殿下，我等救驾来迟，请北王殿下恕罪。北王，大胆！没看见本王也在这儿吗？怎么只让他北王打招呼啊？我解释。阿月，公主你就从了我吧，我肯定比他周氏宇体贴，我至少比他帅，是不是？走开！我劝你赶紧回府。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我们聊一聊。你是堂堂北朔的北王，跟我有什么好聊的？我本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可是我又无从解释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就是想跟你说明我的身份。都这么久了，你伪装的倒是挺好的，什么一王蠢来一王强，你帮那些孩子们改童谣，我以为你是对北王有多么大的忠心，合着你是在美化你自己啊，无耻！但废物王爷只是表象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表明身份。确实是表象。真正的王爷可精明得很，骗人都滴水不漏。要不是今日危急，我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。我可配不上你这高贵的王爷。你是东域的小公主，怎么就不配了？
阿月，你刚刚是怎么受伤的？刚刚有一棵树的啊，好点了吗？嗯。这是崴脚了，先找个地方稍作休息，等血停了，我们再骑马离开。好。来。我想，你先说。我想事已至此，我本就是假替姐姐的身份才来到这里，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，我也理不清楚，所以和亲这事还是早日解决为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想让我们有没有办法能解除这场婚约？你想如何？我也没有想好，我就是想回家了。你再给我3个月时间，到那时一定让你回东域。真的？
见过王爷。你脚伤了，别逞强。王妃回来了。看过去。阿姐，你回来了。公主，你终于回来啦！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让御医给你看看伤。看伤？阿姐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阿姐，公主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阿姐脚伤了，好好照顾她。啊？脚伤？怎么伤的，阿姐？我看看。没事没事。公主，她伤的。信。铃木，帮我研墨。阿月，你也真是辛苦，这么多事情要处理啊。也没有很多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？我看你头也没抬，没好打扰。你下次可以直接叫我的。你来找我，
是有何事吗？确实有件事情，但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但说无妨。上次你说3个月的事情，你骗我太多，我怕你食言。可不可以有个契约什么的？比如向你皇兄求一道圣旨，延缓婚期。好，我去求。真的？嗯。哦。这幅也是参照后院所画。其实作画并不难，姑娘若有兴趣，在下可教姑娘一样。好啊。果然丹青妙笔，只是缺少灵魂。你怎么来了？正所谓阳春白雪，夏里巴人，不同喜好矣。哎，秦公子所言极是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。只是不可夺人所爱才是，是吗？天色渐晚，我们今早回府吧。你刚干嘛突然拉我离开啊？我还没看完石泉公子的画作呢，他的画真的……你什么时候对画如此感兴趣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对画感兴趣？你是对画感兴趣，还是对人感兴趣？嗯？石泉公子，我是真的来看画的。他画的草原特别像我们东隅。看画？那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跟石泉公子学作画了？对，我就是要跟他学作画。公主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哦，就是那个北王被南王参了，说什么账本谋反。哎呀，反正北王被皇上打板子了。账本？公主，你找什么？表哥，这是岭南特有的药膏，活血化瘀，特别好用。他怕是不缺好药了。王妃，王妃，您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我正准备进去呢。你们王爷呢？伤怎么样了？您看这打得血肉模糊的，看着真让人心疼。这不，洛伊郡主刚送来了药膏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进来吧。王妃，王爷正等您呢，您快进去吧。好。哟，我未来的王妃嫂嫂，表哥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才来看望？还痛吗？你看表哥的样子，像是不痛的吗？还有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洛伊，天色有些晚了，你早些回宫才是。表哥，
就让我今晚陪着你吧，这样还有人能照顾照顾你。你先回去吧，这边有我陪着呢。表妹还是早些回去为好，天色都晚了。你怎么可以陪着表哥？我为什么不可以陪啊？我可是准王妃。是，有王妃照顾，表妹就不用费心了。林木，哎，送洛邑郡主回宫。是。洛邑郡主，请吧。那就有了王妃了。啊？阿月在想什么呢？一定很疼吧？是啊，皇兄这次可一点也没手软。阿月这是给我带了伤药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伤药不是给我的？是给你的，但这只是一个寻常的伤药，没有洛邑郡主的好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。对不住，是我没有收好账本，害你被人告发挨了板子。你不是也打算告发我吗？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北王，如果我知道你就是北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想告发你的。如果是我，你就绝对不会告发。嗯。好了，我没事，不怪你。
我给你买了我们东隅特有的七伤伞。王妃，您回来了。你们王爷呢？王爷，他去柳州了。要不要给他写封信呢？可是写了又说些什么呢？王爷，由上京城的信快马送到了驿站。难道是月令？周时雨，英明神武、气宇轩昂的本王已经和东隅公主两情相悦。那日我在宫中对她英雄救美，将被关在冷宫一夜的她成功解救。自此之后，她便对我芳心暗许，我俩两情相悦。遂告知你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早日知难而退，趁早放弃，否则你将成为我周家被退婚的第一人。被关在冷宫。聂晨，迅速命人回一趟上京城，王妃的全部近况我都要知道。是，属下领命。不知道时雨现在怎么样了？伤痊愈了吗？魏东勋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不行，你在柳州，近日可一切还好吗？我的玉佩莫名其妙掉了，你的还好吗？我在上京城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这样写比较自然一些。宫中之事竟一句也不提，哪里过得好了？是王爷的信吗？王爷遇刺了。诗月，阿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如何？没事。
这儿有水路，还有船。我们先去找石轩大人。好。这山洞黑漆漆的，你要找的石大人会在这里吗？此前已经探查到了这个山洞，但是未寻到人。小心！小心！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阿月，你为何会来此？王府不是已经被封禁了吗？我去求了皇上。那你看到圣旨了？嗯。既如此，你我已无婚约，你也不必再为我设限，为何还要来这里？你之前救过我，我也想救你一次。况且你现在的状况，上京城人人都说你谋逆，我怎能坐视不管？你不觉得我有谋逆之心？你不会的。你看，有人。难道是石轩？但是前面没有路了，怎么救他啊？有了。阿月，好像找到了。他是石轩。小心。慢点。什么味道？不好，是毒液。
快走！阿月，阿月。 那洞口被他们放了毒烟，我们出不去了。看来只能另寻出路了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石大人，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我们先出去再说。从洞口走不了，难道要从水路走？没错，我们就走水路。行，来。 慢点，小心。来，小心点。 白白准备了这么久，没能把我们毒死，很失望吧？你们怎么会？还真是蹊跷，又没能杀得了你们。既然杀不得，我也不会成为你们的阶下囚。带走。 走，别动！魏达，王妃，只可惜我错已筑城，再也无法回头。只要我顺利出城，立刻放了王妃。快，给我备辆马车。魏达，万事好商量，你先放开王妃。放开王妃，我可以让你出城。王妃是我的护身符，受难从命。诗雨，你别听他的。给他备马车。得罪了王妃。
大人，我对你很是好奇。你既做了这柳州的通判，被人称颂大善人，为何又劫走皇粮，看百姓枉死？魏大人，若王妃无恙，本王自会放你一条生路。堂堂的北王殿下，哼，竟也有了自己的软肋。王爷，就这么让他走了吗？继续跟踪魏达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是，走。阿月，阿月，你的伤没事。我来吧。坚持一下，无轻点，得把伤口清理好了再上药，不能再让它这么溃烂下去。我知道你在宫里受了委屈，没有，我过得挺好的。是我没护好你，害你之人我定会追究。阿月，3个月后等你回到了东域，我也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那个退婚圣旨，我没有要。他竟请旨与我解除婚约。正是，正是北王临行前所求的圣旨。朕现在将这道旨给你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北王获罪，牵连于你。朕还可以为你另择他许。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诗雨，我不想走了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。那婚约，圣旨我没有接，也不好再让你去求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随机应变。好。
这名单上附近的富商员外无一遗漏，看来阿月这次能筹到不少银子了。真没有遗漏吗？这些我可都是打听了很久才整理的名单，从里面反复筛选，选了最有钱的下了白帖。果然是阿月，此次有你的帮助，柳州定能很快重建，百姓们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我觉得你也很好啊，这几日你都亲自上阵指挥柳州重建事宜，好几日都没有见到你了。谁能想到，在柳州美名传扬的北王，曾经是一个废物王爷呢？那阿月现在还觉得我是废物王爷？得再观察观察。那这次在柳州啊，你可要好好看看。谢谢各位的慷慨捐助，北王定会将各位的功绩上表朝堂，并且还会刻碑留念，让全柳州百姓世世代代都记得大家的大恩大德。我捐1000两。南王，让柳州的百姓感激南王的恩德，而不是北王的，知道了吗？你来做什么呀？当然是来接你回府了。啊？你凭什么接他回府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公主已经答应嫁给我了。想不到啊！你瞎说什么呢？当你别说，别弄乱了我的意眼。不懂，可不，你这搞不懂。周世远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被诬谋逆那段时间，他已经是南王妃了。我那是为了来柳州的权宜之计。什么权宜之计？我听不懂啊！答应嫁给我就必须嫁给我。反正我信阿月。聪明人都看得出来，你俩这是在秀恩爱吧？杨旭，又是你！我还没发号呢。王爷，不是咱们的人。好啊，周志轩，又是你！不是我，我还没摔杯呢。周志轩，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叫你的人来帮忙。我才不帮你呢！你少吓唬我！你觉得我死的话，你还能活吗？南王，要是北王回到上京城，让皇上知道今日之事的话，你可就要变成诛杀亲弟、犯上谋逆的罪人了。快，王爷动手吧！此时正是好时机，机不可失。可他刚才也算救了我一命啊！那咱们就坐收渔翁之利。杨旭，杨旭，杯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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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
谁说我是来诛杀秦帝的？我就是来驰援北王的，都给我拿下，回去领赏。这里一片虚无，天地不分。我想我们可能是进入到了玉佩之中。玉佩之中？但是之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而且我们俩身上的伤也没了。天选之人因缘会，乾坤一动万物兴，千回百转终有尽，只待两心相知时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因为血染了玉佩，才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。而这真言，应该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拥有玉佩，并获得奇遇的解释。有道理，那我可得把这些话都记牢了，万一以后要是用得着呢？天选之人因缘会，乾坤一动。小丽近日身体不适，王爷今天是否先去看看她？也好，那走吧。小丽，小丽是谁啊？周诗雨这几天不会在外面寻花问柳吧？寻花问柳？不会吧？阿姐，你得跟上去看看。他要是跟外面哪家姑娘在一起了，
你就突然出现，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可没时间跟着他，马上就要回上京城了，我得去买点纪念的东西。哎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许去！我要是看到你到处乱跑，我就让你再换上女装，送到官府去。不去就不去，而且你好凶啊！哼。王爷，王妃好像在后面跟踪我们，要不要我送王妃回去？没事，他想跟着就跟着吧。可是王爷，这样我们的事情不就被王妃知道了吗？无妨，本来也打算跟他说了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要来看什么小丽吗？来这荒郊野外做什么呀？我真不是什么探子，你们抓错人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竟然没跟丢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说去找什么小丽吗？小丽，说的是我吗？我就是王小丽啊。这就是你要找的小丽？那不然阿月觉得是哪一个呢？好了，这是本王王妃。参见王妃。起来吧，你的伤如何了？多谢殿下关心，已经大好了。这段时间还是要多注意休养。为是新兵器所伤，可谓勇毅。此次为你记上一功。殿下，这点小伤算不上什么的。但是啊，新兵器千万不可轻待。多亏了你的试用，上一批兵器韧性有问题，才得以体现。以后还需你多加把关才好。明白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怎么？难道你是以为我是与他人出来私会来了？那谁知道呢？既然你都已经撞见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阿月，你想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吗？你还记得那个童谣吗？北朔朝堂经年变，君若城墙诸侯变。安定全靠丞相管，南王北王不堪任，一王春来一王废。这篇歌谣讲的确实是我们北朔朝堂。皇兄自幼体弱，这些年来一直都是皇叔在把持着朝政。他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，北朔对外的战乱也几乎都是他发起的，更是他从我们相遇起就不停地派人来行刺。只因他想破坏两国联姻，让天下大乱，这样兵权、政权才会控制在他的手里。你之前一直伪装成废物王爷，是为了暗度陈仓，所以你现在要累积力量与他一战。对，我和皇兄已经筹谋许久，与东隅和亲也是其中一环，所以一直想和你说声抱歉，让你也牵扯其中。没有什么牵扯不牵扯的，你深谋远虑，都是我之前未曾想到的。但是只要为东隅和北朔好，不再起战乱，就一切都值了。诗月，我会一直支持你，陪着你一起完成的。那你不害怕吗？这会非常危险，一路来的凶险，你是知道的。说实话，害怕。但是我知道你所做之事是对的，也是我之前一直所期盼的。所以，
我也想出一份力。你别忘了，只要我俩在一起，就会有奇遇，你离不开我。当然，我也离不开你。天选之人因缘会，乾坤一动万物兴，千回百转终有尽，只待两心相知时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。你的脸上有面粉。哎呀，我的茶香饼！哎，这可不是给你吃的。竟不是给我的。今日啊，就得靠这些茶香饼了。沉不沉？我帮你拿吧。不沉，这可不是银子，是满满的成就感。你不懂。好。哎，今天的收获很大呀，收来了这么多的银子，这柳州重建也不缺银子。也不枉我一大早做了那么多的茶香饼，希望他们吃得开心。哎呀，分出去这么多茶香饼。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的。你想吃吗？那王爷准备捐多少钱的茶香饼？医官们配置了10剂中药，都解不了这疫症。现下城中百姓异常慌乱，纷纷要逃离柳州。知州大人下令封城了，我看在封城之前，您还是带着王妃回京吧，这里就交给我们来应对。等王妃醒了，你送她回京，本王要留下来和柳州百姓共度难关。我也不走。白月。你回上京城寻找药方，我留在柳州想法子，我们分开行动可好？
心意和苏女我会照顾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送我回到安全的地方。若只有我一个人活着，我不活也罢。阿月，听话，你我不同，这一城的百姓是我的责任，自然是无法拂袖而去的。而且，此次柳州之行，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，我怎好连累你继续留下？连累？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都不会走的。叶晨，将王妃带出柳州城。诗雨，我不走，我们不能分开，我们还有玉佩。阿月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就没有办法可以救他们吗？或许我们可以一试。我觉得可以。诗雨，我好像知道了我们同生共死最好的意义了。喝了这杯毒酒，希望我们可以接大家。怎么会回到了皇宫？周时雨呢？三弟此次柳州之行着实辛劳，今日为你特设的宫宴，你可还满意啊？皇兄，三弟为何一脸轻易地望着朕？莫不是不喜这次宫宴，觉得宴会上王妃受了委屈？宫宴，柳州之行已经结束了。难道这次时间回溯到了事发之后？三弟，臣弟不敢。敢问皇兄，这柳州疫症最终是如何解决的？你和王妃一起寻得了赤树草，助当地医官们研制出了克毒解药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就是那个不知廉耻的东隅公主吗？你说谁不知廉耻呢？说的正是你，还未成亲就巴巴的跑去柳州找我表哥，竟还与他同桌儿媳，你这……阿月，
你知道赤树草吗？吃树草。你为何问起这个？皇兄说我们找到了赤树草，帮助医官们配制出了解药。赤树草是我们东隅雪山上的一种草药，柳州也有。柳州的山里也极为阴寒，有可能也会有赤树草。那我们即刻出发去找。阿月，你这几日都没有休息好，留下休息吧。我去就行。我没事儿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好多了。成了，成了，这药终于成了！阿月，阿月。阿月，来。药太苦了。你近几日劳累，又去寒冷的山上走了一遭，这风寒还是要吃药才能好。吃了药再吃1汤，就不苦了。先吃了药再给。最后一口。好。
你什么时候去买的？前几日见你不好好吃药，就去买的。谢谢你啊。多亏了你，柳州百姓才能度过这场风波。你好好休息，等病好全了，我们就回家。嗯。进来吧。阿姐，那你们先聊。嗯。是要出发了吗？哎，你倒是不客气。王妃倒的茶，我还需要客气吗？谁是你的王妃啊？你是有话要说吗？有点事情想让王妃配合一下。走，就。这个给你，入让解馋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在你还没醒的时候。王爷这可是在贿赂我。阿月觉得是便是吧？可是，要怎么跟他说啊？这要是到了上京城，恐怕就没机会了。还有时间，我了解周志玄这个人，他肯定是坐不住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就再等等。周世宇，你给我停下！你猜的真对，看来他这是坐不住了。南王有何事啊？你们俩还没成婚呢，坐一辆马车成何体统啊？我倒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王妃觉得呢？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妥。不妥，不妥！香啊！看人家好吃，都是我做的。哎，还有这个虾。王妃此行劳苦功高，多吃点。王妃，王妃，那大家开席吧。那咱们大家一起敬王爷和王妃一杯吧。好，敬一杯，敬王爷，敬王妃。
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这里的星星也那么好看。是啊，真好看。阿月，留下来可好？啊？我这算是答应他了吗？应该不算吧，应该不算。怎么样？王妃穿什么都是极好的。走吧。神神秘秘了一路，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是我们东隅的特色，我想亲手送给老太妃，就当个见面礼了。上次出了点意外，没能问安，想表达一下歉意。太妃是和善之人，你有心了，相信她老人家会喜欢的。这次有我陪着你，一定不会有意外的，放心。我还是有点紧张，毕竟是你的家宴。是我们的家宴。诗月，我这身衣服啊，可挑了好久呢。
看上去人特别精神，对不对？太妃请北王殿下前去叙话。那王妃呢？她……太妃只请了北王殿下，请王妃在此等候。你先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好，那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你真是个蛮横之人，表哥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人？喜欢，而且只喜欢他一人。表哥，你怎么能被他蛊惑？高乐一，你将本王王妃关在冷宫，还在太妃面前出言污蔑之事，我已与太妃言明。太妃罚你禁足3月，抄写佛经10卷，你先去领罚吧。表哥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若再不去领罚，让皇兄也知道了此事，恐怕就不只是禁足这么简单了吧？表哥，郡主，表哥，郡主，这东隅公主到底是拿什么狐媚北王的？我看你们都挺闲的，既然无事可做，那也去给太妃抄佛经祈福吧。我已禀告皇兄，宫宴结束之后，你们每人都要抄写佛经10卷，抄不完不得离宫。阿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听闻东隅长公主尤善歌舞，独创的晚登舞也闻名于你们草原。今天老太妃正好也在，不如你就跳个舞，给大伙儿助个兴，啊？今日阿朱是座上宾，皇叔您怎可提议让本王王妃给大家助兴取乐？不过是为了博老太妃一乐，北王何必这么小气？莫非这东隅公主并不会此舞？一切赞誉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。只怕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想吧。许是东隅公主根本瞧不上我们北庶。哎，今日时机确实不妥。陛下，太妃娘娘，我的舞技虽然不好，但也愿意为大家献上一段。希望这晚登舞可以给陛下、太妃娘娘带来吉祥。好，公主有心了。
今日朕便允许公主提一个要求，只要朕办得到，一定尽力而为。真的吗？什么事都可以吗？自然，但得是朕现在可以办得到的事情。唯有一事，望陛下应允。陛下可否废除北朔的东夷子民贱籍制度，令北朔人不得轻视东夷人？没想到公主还心系百姓，真是一个好公主。这亦是臣弟的心愿，臣弟愿与王妃一同请命。陛下，我们东夷子民在上京城，没有私产者，必入奴籍。奴籍便是贱籍，贱籍不脱，影响的是自由、婚配、生活，这一生都会毁于此制度。朕只是答应帮你一个忙，这个要求确实超出范围了。我知道我今日之请不一定会有结果。我来到北朔是为了和亲，和亲的意义就是两国休战。若和亲成了，但是在上京城仍对我东夷子民如此的不公，那和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公主聪慧果敢，可军国大事并非像刚刚宫闱之事那般容易解决。你的陈情，朕记在心上了。或许再过些时日，方可实现。我替东夷子民谢过陛下，愿这一天早日到来。听闻公主喜爱糕点，既然今日无法满足公主的要求，那朕便赐公主宫中独有的龙须酥品尝一番吧。谢过陛下。尝尝吧，这可是皇兄的一番心意。好。好吃。阿月，你怎么了？阿月，阿月，你怎么了？阿月，公主，公主，阿月，阿月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阿月，阿月，阿月。阿月，阿月，竟有人敢当场下毒！来人！在！封进宫门，给朕彻查。是。三弟，太妃，我不是在宫宴上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东夷公主，被欺负了你还好吗？王妃今日在宫宴上被接连为难，朕十分抱歉，但此事还是莫要宣扬出去为好，以免影响皇家形象。朕会暗查，定会找到下毒之人。三弟回府后，可要好生安慰安慰公主啊！皇兄，宫宴已经结束了。是啊，
这宫宴刚刚散去，三弟这是怎么了？说，是谁让你下的毒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这里面有毒？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怕是得了失心疯吗？说什么下毒？公主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朕会赐有毒之物给你吗？皇兄，这盘龙须酥怕是……三弟，朕看是误会一场。李公公在，将这个小宫女带下去。是，带下去。陛下，不是我。走，你怕是喝醉了，竟开始说胡话了。陛下，我很清醒，就是有毒，应该当众验毒。陈昭仪，把公主带下去醒醒酒。是，可是陛下，公主，这东夷公主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种事情都敢随便说，可不是嘛？太放肆了。三弟，公主有女眷照顾，你就安心留在宫宴吧。你说你要怎样才能跟我表哥解除婚约？高洛伊，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郡主，郡主，没事吧？阿月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和上次的情形一模一样？难道说，就算预知到会发生什么，改变了过程，也无法改变结果吗？没事儿，放开我吧。好生照看王妃。是。阿月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你们北朔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东夷，所以也看不起我。然而这些，你和我都没有办法去改变。既然如此，这个婚不结也罢。阿月，近日我已获得了协管户部，只管京兆府尹之权，西施也在管辖之内。你再等等。我一定会让东夷子民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你这些日子都在忙这些啊？此事繁杂，所以这几天都没能抽出空来看你。你莫要觉得……哎，对了，那冷宫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。我是看你受委屈，实在心疼，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还挺解气。这是你来到这里
也有自己的事情需要花钱处理，之前是我疏忽了。这些银票你先拿着，如果有不够的，可以随时跟我说。不用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你要周志玄的钱，竟不要我的。那是我和南王借的。哎，不和你说了。你放开！你若不要，我就不放。我拿着就是了。我们现在这样的，不要乱！少官兵来了！官兵来了！我先来的，给我！公主，公主！王妃，公主！王妃，把相关人员都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这是什么呀？茶香饼。茶香饼。不知这次要本王多少银子啊？我怎么会要你银子呢？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。那可奇了怪了，本王明明没做什么，何故要特意给我做？哎，你就别说气话了，你这次的功劳可大了，我要替西市所有东夷子民感谢你。本王可不敢当，哪有阿月劳苦功高啊？竟然以身作饵，连本王都算计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该算计你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今晚西市的商贩们设宴感谢我们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还有公务要忙，下次吧。对不起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生气的不是你算计我，是因为你以身犯险。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呢？如果我没有很顺利的解决这件事情呢？你该怎么收场？我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。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去想办法解决。嗯。还疼吗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嗯。
什么夫妇，什么北王妃啊，还没正式册封呢。那没册封之前，谁都有机会。况且，阿史那珠，你可答应过嫁给本王啊？南王，你是觉得我哪里好？我改还不行吗？那么多的高门贵女，你就不能抬眼看一看啊？你确实没有一点好。可谁让你是周时雨的人？那我就要来争一争。你俩争吧。又闹别扭了吧？小旭旭，是不是还得本王亲自出手啊？还得是我们王爷。走。如今西市繁华了起来，东隅商贩也会在这里扎根安家，你之后就不用担心了。他们在这里过得好，过得开心，是哪里都不重要。公主，原以为你是个假公主，没想到是一个真公主。原以为你是一个天真不懂世事的小公主，没想到什么呀？没想到是一个关爱子民、有大义的小公主。北王殿下，我怎么感觉你有事求啊？没想到被王妃看出来了。说说看吧。明晚想征用王妃一点时间，有事情要说。好。哇，好美啊！你看那万家灯火和天上的星光点点遥相呼应，这美好又祥和的画面，真的是能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。是啊，日落能见万家灯火，日出能见万家炊烟。这一朝一夕看似平凡，但却踏实又安定。的确，朝夕为安，朝夕相伴，确实是人生绝佳确幸之事。你怎么突然带我来这里？我们北朔虽然没有东隅热烈的篝火，但北朔有灿烂的烟火。我想带你看看，也可以祈福祈愿。烟火？好漂亮啊！你怎么不祈福？你觉得祈福的话能实现吗？当然，心诚则灵。好，我希望东隅小公主阿史那月令能成为我的王妃。无愿终其陛下，
此女并不是东夷的长公主阿史那珠，而是东夷庶出公主阿史那月令。皇叔，你说北王妃不是东夷长公主，可有证据？啊？什么？我说，你说北王妃不是东夷长公主，可有证据？啊，老臣近日刚刚结识一位东夷宫廷画师，送与臣一幅王庭夜宴图，啊。这图上所画三人，乃东夷可汗和2位公主。左边的那位就是东夷长公主阿史那珠，右边的就是这位庶出公主阿史那月令。这东夷庶出公主该如何处置呢？陛下，臣提议将此女押入天牢。公主虽然有错，但若对其重罚，必不利于两国邦交。无论是嫡长公主还是庶出小公主，都是东夷看重之人。在此事件还未有定论之时，就将其关入天牢，皇叔这是非要开战不可了吗？臣弟觉得，应当先将公主关入北王府自行反省，待有论断之时，再做决断。北王啊，现在开战与否还未有定论，你却如此着急袒护该女，关在北王府不妥吧？此事尚无论断，若轻易降罪，不利于外交和谈。但皇叔说的也有道理，关在北王府也确实不妥。既如此，那不如就先幽禁于公主府。两位爱卿觉得如何呀？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是我。目前我还在部署外面的士兵，等过2天就有我的人了，那时候你便能舒服些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背这么多东西啊？你突然被关，也不知道过得如何，王府中人都非常担心你。这些是心意和芊芊让我给你带来的。来，这些吃食你收好。这个裘皮是我前年打猎所得，非常保暖，你睡觉时盖着。牛肉干。什么声音？走。
可以比牢里好多了。此时来得紧急，你在这里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我会尽快安排好救你出来。你真的要去东隅？若不是下班之时被人揭穿，我也想去东隅一次，和你一起。求娶别人家的女儿，总该正式和她家人见一面。可是此行路途遥远，你可要照顾好自己，快些回来才好。我会快去快回，这边我会安排人打点你在公主府内的一切。在这里的所有吃食，一定要亲自研读，千万小心行事。好。等我回来。阿月，我好想你。诗雨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憔悴了这么多？我没事，前段时间你皇兄将我放出来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一切都还好吗？我这里都好，倒是你，此次东隅之行还顺利吗？吴福涵有没有为难你啊？你福涵已经答应我的求契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走，我们进宫，让皇兄为我们提前完婚。公主，该吃饭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是被人欺负了？公主，北王对在下有恩，在下还未曾报答。今天我听外面有人说，北王他死了。诗雨，我愿用我的命换你的命，只叫你平安归来。芊芊，你还敢笑我？
再派人暗查，他确实是柔风门的人。柔风门？没想到他在我们身边潜伏了那么久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在危急之时，他救了你们。此次回上京城，他会不会有危险？陛下放心，我会派人去查他的踪迹。菜上齐了。吃饭吧。你怎么不吃啊？这北王殿下天天往我们公主府跑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北王府呢。这才见我几日就腻了，那待成婚之后，怕不是还要赶我走不成？我可不是这意思。好了，快多吃些吧，这几日在公主府没吃好，都消瘦。你前段时间给我送了那么多补品呢，我早就补回来了。受不了了，这饭怎么是甜的呀？不吃了，吃不下喽。很甜吗？一点点吧。那若镇南王的亲妹妹洛伊郡主嫁与陛下这派，难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？阿月，是有谁跟你说什么了吗？诗月，
你若是遇到了任何为难之事，我希望我可以与你共同分担。你要是实在不想告诉我，我相信你定有你的苦衷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被任何人和任何事所束缚，包括我。你可以永远选择你的选择，我会支持你，理解你的。好。既然如此，就当你赢了吧。南王胜之不武，怎能算赢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宫中吗？本王可不敢在宫中多有停留，若再晚些，王妃都成别人的了。他都公开招婿了，表哥你就别说什么王妃了。本王怎么就胜之不武了？我看北王你是嫉妒吧？嫉妒倒也谈不上，南王确实厉害，但若没有对手，也略显孤单了些。不知敢与本王比试一场吗？表哥，好啊，比就比。不可。既然是公开招婿，那自然人人平等。难道公主只拦我一人吗？王爷，这边请。这最后一关是公主亲设，现在就为大家揭晓。这世上有一处风景最美，请问是哪里？我们北朔的大好河山都很美，但我想，你最喜欢的地方，应该是你们东隅的大草原吧？哈哈哈哈！是一处山崖下的水潭。第一题，北王答对。哎呦，表哥，虽然北王答对了，但他也只答对了1题，得答对3题才算本轮胜出。那就请公主继续出题吧。这世界上最贵的糕点是什么？哎，这我知道，是咱们宫里的雪花酥，是茶香饼。我又答错了。公主，你只剩最后1题了。南王，你这世上有一个我最为珍贵之物，与我生死相随，请问是什么？哼哼，那都到了生死关头了，还有什么能比银子更重要的呀？井上环玉。既然北王全部答对，那这胜出者就是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本王赢了2局，他才赢了1局，这怎么算啊？这不能算。对，我作证，是南王赢了，当然是北王赢了，他才是和我们家公主心意相通之人。思远，思远，你说，这个还得看公主自己的意思吧。
能回答出3个问题，确实是。圣旨到！哟，各位都在呢，那咱家来得巧了。请北王与东隅公主听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闻东隅公主阿史那月令贤淑大方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与北王堪称天设。朕再也不用受那个镇南王的逼迫娶洛邑郡主了。给了他更想要的东西，自然也就不好再逼迫我了。那就好。阿渊，如今婚期已定，以后可不能再招婿了。我哪里知道你都已经解决了？我就想着，只要我公开招婿，你就不会再被逼迫了，你和皇上也不用再那么为难了。虽然我也不想娶那个洛邑郡主。我此生会娶的，就只有你。阿渊，你以后都只听我，信我，可好？陈素素帮过你是真，但此次她劝你离开我也是真。她呢，是我跟镇南王安插在宫中之人。若我们2个有了嫌隙，她只会是镇南王的人。阿月知错了，我以后只听你的，只信你。但是，你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许瞒我。好，此次也有我的不对，我应该先提前跟你说一下的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我也好像紧张了一下，毕竟我的阿月差点就成其他人的了。
怎么可能？诗雨，怎么了？你知道镇南王府上的事吗？阿月指的是哪一件啊？皇上的圣旨，还有洛伊郡主险些自尽的事。知道啊。知道。你既然都知道了，为何不劝劝陛下？这么做不就是将镇南王往丞相那边推吗？原来阿月是这么想的呀。你不是这么想的。坐下说。镇南王站在哪一边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否是真心的。真心？嗯。你放心，皇兄自有圣意。无论局势如何变化，你我的婚礼都会如期举行。你确定？嗯。那阿月可就输了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重新来，刚刚那个不算啊。阿月何时这么好学了？啊，我还没写完呢。应该在悄悄地写婚书誓词啊！哎，不可以！还给我！不许看！为什么呀？终归是要给我的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这个不好啊。啊？嗯。为什么呀？这可是我翻了好久的书才找到的。这句诗呢，是分别时所做的。难道你想离开我吗？嗯，那这可不好，我得再重新找找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这句倒不错，但是呢，不如我们自己写的好。我们自己。试探其日，似浮华。月望其日，知人间。源于素地良人日，满天星斗为清河。
府中怎么这么亮堂啊？回禀公主，今日是王爷下聘之日，按北朔的礼节啊，应当将府中的红灯笼全部点亮才是。屋内的黄烛也应该换成红烛，看着倒像是今日办了喜事呢。以后王爷和王妃的日子必定时时红火。见过王爷、王妃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好漂亮的嫁衣啊！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很早了，我找了北朔最好的绣娘给你做的。虽说宫中也有人会做，但我想给你一件不一样的。哦，姐夫有心了。星夜，你怎么了？星夜，阿月。阿月，走。阿月，诗雨，阿月，阿月。今日府主都谨慎妥帖的很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
屏幕，通知府上所有人将红烛吹灭，快！是。芊芊，你也去，也快！怎么回事？此次去的时机，怕是暗藏深意。这红烛果然有问题，是掺杂了柔风门的冷尸毒。此毒混入烛中，燃烧散发烟雾，吸入后片刻便死。柔风门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人家大喜的日子搞这个，这要是没查出来，我们岂不是都死了？玉佩已经分不开了，想必已经没有灵力了。玉佩已经帮我们够多了，接下来就看我们自己了。这次去到的未来，应当就是我们的大婚之日。但这个未来一定要改变，不如这桩婚事就不可。你不怕吗？不怕。既然我们已经改变不了未来了，不如一起去面对。好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明日就是大婚了，待礼成之后，我们就进宫参见皇兄。害怕吗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大婚之后，我们去东隅吧。去东隅？你怎么突然想到去东隅的？你自由自在惯了，北寿规矩有这么多，万一王妃跑了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规矩呢，确实多了点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可以忍。那大婚之后我们就去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得好好想想，去东隅我应该带你做些什么。我们可以去草原骑马，可以在草原看月亮，还可以带你去各个部落游牧，可有意思了。好，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。呀，让开让开！
王妃，王爷到了，快开门吧！不开，不开，不开也得开。丞相，撤！一拜天地。好！二拜高堂。走，夫妻对拜。按照祖制，王爷需与王妃进宫，向陛下和太妃问安。放心，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无论生死，我们都要在一起。
王爷，到了。阿月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将王妃安置到太妃府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朕没死，你很失望吧？宫殿外的逆贼都已经缴械投降了。如果你们现在能放弃抵抗，朕可以饶你们不死。你们引我入局！阿月，阿月，来人，传御医，快！阿月，坚持住！我们赢了，御医马上就来了，坚持住！玉佩所预示的未来，从来都没有错过。不会的，答应我，好好活下去。阿月，阿月。阿月，阿月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阿月，我不是说好了要去东瀛吗？啊，我们明天就出发好不好？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啊？他小声呵呵，笑着诀别。阿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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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了！阿月，王爷，
王爷这是又梦到王妃了。你一直没有离开，只是睡着了，对吗？
阿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醒过来的。阿月。阿言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，永远也不分开了。公主，这怎么是生啊？生就对了，祝王爷王妃早生贵子。走走走走走，看看。阿言，这竟然不是梦境。自然不是梦境。